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究竟哪个大？都是我军的高层领导，二者具体有何区别呢？大家好，我是启明。本期话题：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随着我国新任国防部长，也是首位海军出身的国防部长董军上将，于2023年底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任命并履职。作为我国重要军事部门的领导，国防部长的级别问题也再次引起关注，特别是与总参谋长的级别和职权大小比较。虽然在2016年军改之后，我军总参谋部已经更改为军委联合参谋部，总参谋长的职务名称也相应的变为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但是由于这二者实际是一脉相承的，并且在讨论其余国防部长的大小问题时，还会涉及到之前的历史过往，所以下面依然以习惯的总参谋长统一称呼，并简称总长，而国防部长也相应的简称防长。那么要比较我军这两个都带长的职位，首先就要看他们的具体级别。我国的防长是由军人担任，并且是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高级将领担任。比如新上任的董军之前就是海军司令员，在担任防长之前就已经是政战区级别了。但是由于其目前刚刚就任不久，是否会在接下来晋升至军内更高级别的中央军委委员，目前还不得知。不过至少董军的前任防长是同时兼任军委委员和防长的。而目前担任总长的刘振立便是中央军委委员，所以从军内这个角度上看，目前总长似乎级别更高一点。而从国家行政层面，国防部属于国务院下属的部门，作为其部门最高领导的防长便是正部级干部，也相当于军队的政战区级。但是前任防长当时不仅兼任军委委员，还同时是国务委员。无论在军内还是行政层面都是副国级，是高于总长的。不过无论级别高低，防长和总长的职责完全不同，也无法相互领导。为什么无论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谁的级别更高，都无法领导彼此？总参谋长为何实权更大一些？按照目前的安排，我国新任国防部长的级别暂时是略低于总参谋长的，也就是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不过防长实权相对较低，却并不是因为级别的问题，即使是在之前防长行政级别更高的状况下也是如此。因为防长并不直接指挥军队作战，不像美国，防长虽然是由文官担任，但是最高的开战和指挥权力是握在总统手里，而其防长又是向下传递总统战争命令的重要一环。最终具体的作战指挥权力则落到美军当中级别最高的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头上，而这个参联会和参联会主席在功能上则相当于我国的联合参谋部和总参谋长。不同的是，我国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是掌握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手中，并非从国家行政层面直接干预军队，和我国军政分开的理念息息相关。所以我国的国防部长不会凌驾于军队之上，其更像是我军的大管家和我国对外的军事联络人。整个国防部负责的也都是有关兵役征集、编制训练和军人衔级薪资以及军事装备科研等相关任务。当然，作为防长而言，其更多的还是代表我国军事力量，与全球各国防长进行互访对话，进而展开军事合作和深化军事互信。比如新任防长董军上任之后，就很快与俄防长绍伊古通话。前不久，在中美关系相对稳定之后，又应约同美国防长奥斯汀进行了通话，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咱们的防长不接美国电话了，可能就意味着双方的军事高层互信处在一个危险的局面。美国那是相当担心会出现误判的，所以我国一不接电话，美军立马叫慌。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防长虽然没有总长的实际军事指挥权，却也非常重要。所以一直以来，二者究竟谁的级别更高一点，并不代表重要性大小的区别。我国防长既然没有实际军事指挥权，为何还一定要由军人担任？防长和虚化的国防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国的总参谋长一直都是由军内的重要高级领导担任，这自然是很有必要的。毕竟除了下达作战命令的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也就是现在的军委联合参谋部，才是具体指挥全军作战的重要部门。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军总长一直是由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开国元帅担任，后来逐步由大将和上将担任，在特殊时期还曾再次由叶帅兼任，可见总长的重要性。但同时担任国防部长的人级别更加不低，从1954年彭总正式担任我国首任国防部长开始，其后的几任防长也都是由徐帅、叶帅等我军当时最高级别的将领担任。后来各个时期担任防长的高级将领在级别上有时会高于总长，有时又会低于总长，还有像前防长梁光烈一样，先担任总长后担任防长的。不过无论是哪种情况，担任防长的一定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高级将领。因为国防部的作战职能虽然被虚化，但是在代表我国国防力量和我军对外交流合作层面的重要性不可或缺。由于我军是一支听党指挥的部队，也因此具备了优秀的革命传统，但是在国际上有时很难被理解。其他国家往往只认国防部长，无法理解中央军委代表党领导军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为了更好地展开国际军事合作，也从国家行政层面体现对国防力量的管理，国防部很有必要存在，而总长和防长也各司其职，成为我国国防军队建设的两大关键性角色。